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在2002年之前，没有人知道山上这根150米高的烟囱是干什么的。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一个核工厂。经过多次考察论证，选址在重庆涪陵的白涛镇。1966年，6万多人接到这项神秘任务，随后消失在这大山之中17年之久。为了保密，白涛镇的地名也随之从地图上消失20年。为修建该工程，整座大山被掏空，整个洞内错综复杂，轴向叠加全长有20余公里，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主洞厅高达79.6米，道路、导洞、支洞、隧道以及竖井130多条，犹如地下迷宫。钢筋编织的墙体非常的坚固，可以预防100万吨当量氢弹的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建筑。2010年作为景区开放，一个埋藏在地下50年的秘密才被世人所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816工程为护国而建，又因和平而停，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永恒的中国精神。这边就是地下816工程的一个入口，虽然我也不太了解啊，不过不妨碍我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门票呢是60元，如果你有机会来重庆，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一看。进入这个洞口，我们需要乘坐摆渡车从这个溶洞往里边走，大概呢有1-2公里的一个路程。那么从我们刚刚坐车进来，它是一个大平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主为地表层，地表下呢是有6层，地表上也有6层，总层数是12层，但是它的这个层高呢是我们现在住房的2倍，如果换算成现在的楼房的高度，那么就是24层楼的高度。现在呢我们就往地下层去看地下的这些核设施。在我们前方的就是9号的引水洞。9号引水洞长3公里，是整个工程的供水系统，主要作为冷却用水，供给反应堆3回路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座核工厂建在乌江边上的原因，因为它的用水量是巨大的。这个呢就是1:1仿制的我国1965年爆炸成功的第1颗原子弹的模型。这个房间里是816工程的一个展厅，来这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101工号是816工程的最大洞室，也是主反应堆所在地。按它的工艺流程，上下共有12层，其中核心区域是3楼反应堆锅底，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锅底上方呢有很多的小圆孔，一共是2001个，是安装核燃料棒的插槽，与8楼反应堆的堆芯2001个圆孔呢形成一一对应。反应堆经过中子的碰撞与能量交换过后，会产生3种物质。核反应堆一旦运作起来，它的核辐射是非常强大的。一旦核反应堆出现状况，那么人要全副武装，经过这个小门进来进行检查，而进来所待的时间最多就30几秒，立马就要出去，而出去的人呢基本上也是活不长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1的仪表室，这里面的仪表总共有1034块。你们知道吗？在60、70年代，人们的工资一个月就几十块钱，而这一块表的价格就1000多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8楼的反应堆大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亮管的下方这些圆孔？它跟3楼的反应堆锅底上边的那些孔洞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整个中间这一个区域，它从第1层到12层全部是贯通的。这个顶上呢有2根大梁，这2个大梁呢就是用来吊装下面所有的设备，而这2根大梁每根的重量都是100多吨，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搞清楚在这个狭窄的空间100多吨的大梁是如何安装上去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排风洞，整个山体的内部通风全靠山上的一个烟囱，就是通过这些排风孔跟上面的烟囱进行相连。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冒那么大一个烟囱会不会被敌人发现？这个呢就是当时他们选址的一个玄妙之处。首先在重庆的3城本身就是雾天比较多，而这个地址选在乌江边上，就更好的起到了隐蔽的作用。但如果说在晴天没有雾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洞里面是可以人为的制造水蒸气，让整个山上呢布满迷雾，外界呢就没有办法查看到这里的情况。整个工程的建造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啊！先辈们的流血流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伟大的先烈，致敬伟大的祖国。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利川蒙道镇的唐田下这个地方。这个下边呢有一个洞穴叫罗家岩洞啊，有一户人家呢居住在这里面好多年，现在呢好像是没有居住了，不过我们下去探访一下啊，看一下这边这些土地也都是全部荒废的，然后长了很多的茅草啊。这个岩洞人家应该是还在下面吧。我从这个上边下来，经过那几个废弃的房子人家，然后再经过这一片茅草的林地，是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道，继续的往这个下边走。我估计这个岩洞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看一下对面的这些山啊，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这隐居的好地方啊。这一路上去全部是这种石梯，他们当初装这个石梯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费劲的吧。哎，走到这里之后，发现有一道门，这地方感觉好复古啊！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像一个山寨门一样啊！走到这里之后，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呀！怎么会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太美了哈！但是这个悬崖有点高啊，步梯比较陡。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会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我有点搞不懂啊！住在这里多爽！到了吗？是到了吗？好像是到了哈。哇，这个地方
啊，这户人家搬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上边还有水流下来啊，雨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变成这个瀑布，是吧？一片竹林，这里一片竹林，继续过去，可能还在前边。这个地方真是有点漂亮啊。它这里的地形地貌感觉有点像赤水丹霞的那个地貌。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阴凉，然后门前都是大片的这个竹子，哎，到这儿来看一下哈，这边有2个小的这个猪圈牛圈，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住人的，这个上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房屋呢就建在这个沿墙的下边。而且房屋都没有顶的，可能是拆掉了吧，以前可能有顶。它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这些步道都搞得很好啊，离上面的公路大概是1公里左右，但是它都是铺上这种石梯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了，生活在这里。走上去也不远，大概就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公路，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下方啊，严丝合缝。你看这些地方严丝合缝，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呀？这个房屋全部是泥巴做的，也就是土墙。可能你们看到那些是砖，但那个砖呢也是泥巴来敲成砖之后呢，把它晒干，然后再这样把这个房子做好的。所以说它整个房子的结构就是泥巴啊，加上一些这个木料。这边呢就叫做罗家岩洞啊，还是历史建筑，应该是超过100年了。这个地方啊，个人感觉真的很不错，适合隐居的一个好地方。住在这儿非常的清静幽静，然后上方呢还有水滴下来。现在因为是干旱的季节嘛，如果说在夏季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水门帘哈，妥妥的一个水帘洞的居住所。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他们喝水的水缸，看到吧？这接得满满的，然后这水源就从这个岩洞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他们喝的水。这个水真正的山泉水啊，绝对是超级好喝的。这里挨着一排都是水缸，但目前用的喝的水呢，就是那口水缸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放了两块这个石板，这儿呢就是洗衣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呢都有点光滑啊，估计就是一个洗衣台，长期搓衣服。这里是一个迷你的小猪圈，这个猪圈搞得像古建筑一样的，看吧，很小一间啊，我感觉猪长太大了，都有点转不动，都是喂猪的。这里这几间都是喂猪的，感觉以前他们家呀，应该是养了好多的动物吧，养的猪啊、鸡啊。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地上有好多的鸡粪。这边呢放了2个石磨，这是磨粗粮的，一上一下2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农村的这个石磨不用了之后，你要好好的给它放好，不能乱扔的啊。这个地方虽然说叫做罗家岩洞啊，但实际上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呢是姓王。我刚刚从上面村民那儿了解到，我也问了村里面70、80岁的老人，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建了多少年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呢，就是一家8口人，是姓王，不是姓罗。虽然这个地方叫罗家岩洞啊，也有可能在王姓之前是姓罗的，对吧？我在这儿转了一会儿了，我发现它这个大门建的比较特别啊，它是歪着开的。我们普通的大门啊，正常建房子的大门呢，它就是正开的，对吧？而它这个地方呢是歪开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你看大门的一个位置，它这个下方的石头是
侧着摆过去的。这个地方留出来了，我看大概有1.5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门呢给它斜着开的，这就正儿八经的是一道歪门。那么为什么建房子要用歪门呢？如果说在一些大一点的古村落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歪门斜道，它的那个目的呢，可能是预防别人一眼就看到他家的中堂，或者说是冲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一家人住在这个岩洞中，这个门也是歪着开的，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大家有没有明白的？它这个门为什么要歪着开？这边这2间是堆杂物的，这个位置好像可以走进去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进深啊。其实它的整个宽度很大的，这个里面都很杂乱了东西都堆得乱七八糟的，包括上面的东西也坍塌了，所以整个已经是荒废了好多年了。那我们说了，它这个是进深是2间，你看，所以说整个进深是比较长这地方也是以前养牛的。那么大概整个房屋从这个外面这个大门这边开始往里面延伸呢，应该是10米到10多米的这么一个进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在这里住了上百年的时间，最近几年又搬走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假如说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搬走大家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居住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想来看一下的也可以来看一下，真的是特别适合隐居和清静的一个好地方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活，想要来大山感受这份宁静，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要爬坡了，下期再见，拜拜。